各位悦享养生的朋友们好，我是黄建明，今天带来一则关乎大家财务的重要通知。社会安全局将在圣诞节当天向全美约7500万社安金领取者寄出一份重要年度文件，这绝非普通通知，而是可能直接影响您明年相关款项甚至税务申报的关键信函。您或许觉得我不涉及税务申报，与我无关，但今年情况有所不同，若随手丢弃，可能遗漏应得的款项、后续发放以及规划财务的重要依据。今天我将用清晰的方式为您说明这份文件的作用与处理方法，看完您就会明白为什么需要留意，又该如何处理。社安局将在12月25日于我的社会安全账户内发布您的个人年度税务表格，境内为 SSA-1099， 海外为 SSA-1042S。这份表格汇总了您2025年全年领取的社安金总额，并将同步发送给国税局 IRS 备案。自12月26日起，社安局会将纸质表格邮寄至您登记地址，此项工作依法需在明年1月31日前完成，请届时留意信箱。许多社安金不高，以往无需进行税务申报的朋友，常会忽略这份文件，但2025年是政策调整的一年，您的财务状况可能已发生变化，这份表格正是了解变动、确保权益的参考文件，忽略它可能遗漏应得补助，甚至带来后续不便，请务必留意并妥善保留这份年度表格。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咱们逐步来看。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情况，就是最近在新闻里被提及，受到许多人关注的那笔$2000款项。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提议还在讨论中，尚未形成最终法案，更没有正式生效，但是各方消息已有不少，官方也多次公开提及它最终落实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假如它在不久的将来真的通过了，款项也开始发放了，官方说明会自动发放到符合条件居民的账户，这听起来很便利，但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官方所说的自动有时候并不意味着全覆盖。让我们回想一下2020年和2021年，当时前后发了好几轮相关款项，官方也说明是自动发放，结果呢？成千上万符合条件的人等待了很久，却没有看到款项到账。后来经过许多反馈，相关机构才出来说明，如果你没有收到，那么唯一的补救途径，就是在接下来的报税季，通过申报当年的联邦税表，在税表上申请这笔款项的抵免。换句话说，系统若有遗漏，你想申领，就需要自己通过税务申报来申请。所以，以往的情况可供参考。如果今年或者明年初，类似的款项真的成为现实，我们几乎可以预见，同样的问题有可能再次发生。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因为数据库信息未更新，比如您的银行账户换了，因为系统匹配错误，或者就是纯粹的行政疏漏，而没有收到那笔自动发放的款项。如果您不幸成为了那被遗漏的一部分，您该怎么办？答案很可能依旧是，您需要通过申报联邦税来主动申领。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您凭什么向相关机构证明您有资格领取这笔款项呢？您最核心、最权威的证明，就是这份社安局出具的 SSA-1099 表格。它上面显示的您2025年的社安金收入，是官方系统里承认的，您是美国相关福利体系受益者的正式记录。没有这份文件，您申领流程会变得复杂，甚至可能因为无法提供证明而遇到困难。因此，黄建明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无论您过去几十年有没有进行过税务申报，无论您认为自己需不需要进行税务申报，请您今年务必将这份圣诞节后到来的 SSA-1099 表格，像保管重要文件一样妥善保管好，因为它很可能就是您未来申领那笔款项的重要资格证明和必要文件。好，我们暂且把这个可能性放在一边。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个变化，是已经实实在在发生，并且让超过300万美国退休人士收入增加的确定事件，那就是今年1月在签署仪式中通过的社会安全公平法案。这个法案具体做了什么呢？它做了一件很多人期盼了很久的事，它一举取消了2条长期被认为不够合理，影响了特定群体社安金福利的旧有法律条款。这2条条款，一条叫意外收入削减条款 Windfall Elimination Provision， 简称 WEP，
另一条叫政府养老金抵扣条款 Government Pension Offset， 简称 GPO。它们具体影响了哪些人呢？它们主要是影响了那些既在政府系统工作，因而领取政府养老金，又因为在私营企业工作过而积累了社安金积分的人，比如我们尊敬的教师、警察、消防员、各州各市的公职人员等等。过去，这两条条款会减少他们本可领取的社安金金额，导致他们退休后的总收入低于预期。而社会安全公平法案的通过，改变了这一情况。从2025年4月开始，受影响的这超过300万人，他们每月到手的社安金金额得到了提升。更令人高兴的是，很多人还一次性收到了一笔补发款项。这笔补发款项是社安局根据新规定计算并补发给他们过去几年因为旧条款而被扣减的那部分钱，可能数额不小。这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朋友们，收入的大幅增加也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税务相关事项。黄建明必须给大家提个醒，根据相关规定，您这笔突然增加的月度社安金，以及那笔一次性到手的补发款项，都可能涉及税务申报。如果您恰巧是这300万受影响人士中的一员，您可能正沉浸在收入增加的喜悦中，却完全没意识到，您2025年的税务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您往年可能因为总收入低于标准而不需要进行税务申报，但今年，您的 SSA 1099表格上的那个数字，会因为包含了补发款项和增加的月度福利而变得不同。这个数字会被同步到国税局，这意味着明年报税季，您可能需要为这部分增加的收入进行税务申报。问题在于，很多人平时从社安金里是不预扣税款的，根本没有为这笔潜在的税务事项做准备。如果到了报税的时候，您因为不知道或者没留意而忽略了它，没有按规定申报这份收入，那么可能就会收到相关机构的通知单，后面可能还有滞纳金、利息等。所以，对于受惠于社会安全公平法案的朋友们来说，这份 SSA 1099表格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份简单的记录。它是您准确评估自身税务情况，合规的享受调整红利，并避免日后陷入税务困扰的重要文件。没有它，您连自己该申报多少收入都不知道，谈何正确进行税务申报？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也可能是对广大老年朋友最广泛的一个利好变化。这个变化藏在今年夏天国会通过的一揽子税务调整方案里，它叫做长者专属扣除额。这个新政策改变了很多老年人我收入低，不用报税的传统观念。根据这项新规，在2025纳税年度，也就是我们明年春天要申报的税，年龄符合规定的单身老年人，可以在标准扣除额的基础上，再额外获得$6000的专属扣除额。而符合规定的已婚夫妇，如果选择联合报税，则可以额外获得高达$12000的专属扣除额。请您仔细理解一下这个政策，它是在原有的已经不低的标准扣除额之上，额外再给老年人叠加的一层优惠。这会产生什么效果呢？我给您打个比方，原来可能您的社安金加上一点点其他收入，总额刚刚超过旧的标准扣除额一点点，导致您可能需要缴纳一点点税，或者刚好不用缴。但现在多出来这$6000或$12000的额度，一下子就把您的需申报收入门槛大幅抬高了。结果很可能是，您原本可能需要缴的税，现在不用缴了，变成了0。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可退税抵免的存在，比如前面提到的可能存在的款项抵免，您不仅不用缴税，相关机构反而可能要退还给您一笔款项，也就是产生一笔退税。这可能意味着几百甚至上千美元回到您的口袋。黄建明在这里必须再次说明，我不是专业税务人士，我无法针对您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出税务建议，但是我可以明确地指出这个趋势。2026年即将到来的这个报税季，因为这条长者专属扣除额的新规，将会变得对我们老年群体更加有利。而您要了解自己是否符合条件，能享受多少优惠的一份也是最基础的文件，就是这份详细记录您社安金收入的 SSA 1099表格。没有它上面的准确数字，任何报税软件，任何专业的税务人士都无法为您计算出您究竟能享受多少优惠，能省下或拿回多少钱。
您很可能就在无意中错过了一个合法提升自己可支配收入的机会。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份平时普通的表格在今年所承载的重要性了。但是，黄建民的提醒还远未结束，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导致后续不便的环节，我必须着重强调出来。当您拿到这份 SSA 1099或者 SSA 1042S 表格之后，您绝对不可以只是看一眼信封，或者扫一眼数字就把它收起来。您必须务必一定要花上几分钟，亲手做一个简单的核对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社安局也是一个由人和电脑系统组成的庞大机构，每年要处理几千万份这样的表格，是人就可能输入错误，是系统就可能出现数据问题。这种错误的概率虽然小，但一旦发生在您身上，就是100%的麻烦。我给您举2个方向上的例子，您就明白了。第一种情况，假设您2025年明明总共收到了社安局发放的12000美元，每个月1000，清清楚楚，但由于某种未知的错误，您的 SSA 1099表格上印着的年度总额却是36000美元。这可能是工作人员录入时多按了数字，也可能是系统故障，把别人的部分记录整合到了您的名下。需要注意之处在于，这个错误的36000美元数字已经通过电子渠道报给了国税局。那么，在国税局的数据库里，您2025年的收入记录就是36000美元。等到报税季，您如果按照实际收入12000美元去申报，国税局的系统会自动比对，瞬间就会提示差异。国税局可不会首先认为这是他们的错或者社安局的错，他们的第一反应会是这位纳税人少申报了24000美元的收入。接下来，您可能会收到一封询问信，要求您解释差异。如果处理不当，补缴税款、罚金、利息的通知可能就会到来。您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联系社安局开具更正证明，再与国税局反复沟通，才能澄清这个问题。这个过程想想就让人心力交瘁。反过来看第二种情况，如果表格上打印的金额比您实际收到的要少，比如说您实际收了15000美元，表格上只写了10000美元，短期看你好像少报了收入，但长远看这同样是个隐患。未来某一天，当您需要申请某些基于收入的福利或补助时，比如一些州的房产税减免、一些医疗补助计划，或者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您需要提供收入证明。这时您拿出这份官方文件，上面却显示您的收入异常的低，这可能导致您无法通过资格审核，错失本应获得的援助。或者，如果某天社安局自己发现数据错误进行追溯更正，并把更正后的数据发给国税局，同样会引起后续的税务问题。所以，最稳妥、最省心的办法就是，当您拿到纸质表格或下载电子版后，立刻拿出您的银行存折，或是登录您的网上银行，把2025年每个月标注为 SSA 或 SOC/SEC 的进账记录，1月1月的加起来，得到一个全年总和，然后把这个数字和您 SSA 1099表格上那个最大的、最显眼的总额数字进行比对，只要花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个重要的核对。如果发现2个数字对不上，哪怕只差几块钱，也不要犹豫，立即拿起电话拨打社会安全局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180077212113，向他们报告这个差异，并要求他们核查并寄送更正后的表格。这个主动处理的动作，为您省去的将是未来数不清的麻烦和潜在的经济损失。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究竟该如何顺利拿到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路径非常清晰，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第一条路是最快、最环保，也最推荐给能上网的朋友的数字化路径。如果您已经注册了我的社会安全在线账户，那么恭喜您，您已经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在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您就可以像往常登录电子邮箱一样，登录您的我的社会安全账户。通常在主页的信件与文件、福利文件或税务信息这类标签页下，您会找到一份新的、可供下载的 PDF 文件，那就是您的 SSA 1099电子版。您可以把它下载到电脑硬盘上，可以保存到 U 盘里，也可以直接打印出纸质版备用。这种方式
让您在节日当天就能掌握自己的财务信息，无需等待邮寄，也完全不用担心信件丢失。如果您还没有注册这个在线账户，也完全不必担心。第二条传统路径依然为您敞开，从12月26日开始，社安局就会通过美国邮政系统，将纸质版的表格邮寄到您留在社安局档案中的地址。按照法律，他们最晚会在1月31日前确保寄出，所以您在1月底前后留意信箱即可。但是，黄建明以我个人多年关注老年相关福利的经验，还是想建议大家，特别是如果您的眼睛还行，手脚也方便，家里有电脑或智能手机，不妨考虑花上一点时间，注册一个我的社会安全账户。这个账户的注册是完全免费的，过程也并不复杂，只需要您准备好社安号、一些个人身份信息，并回答一些安全问题以验证身份。一旦注册成功，它带给您的便利将是长期且巨大的。您不仅可以一时间拿到每年的税务表格，还可以随时查看您未来的福利估算，查询您每月的付款记录和历史，在线更新您的邮寄地址或直接存款的银行账户信息，甚至申请一份福利验证信。想想看，是每次有事都要打客服电话，或者亲自跑到社安局办公室排长队好，还是舒舒服服坐在家里，用手机几分钟就处理好一切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社安局现在全力推动服务数字化，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些民众提供这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我们为什么不顺势而为，让自己活得更轻松一些呢？为了让所有越想养生的朋友们都能清晰无误地处理这次重要事项，黄建明在这里为大家梳理了一份5步行动指南，您不妨把它记下来，或者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亲友。第一步，牢记关键时间点。线上电子版的发布时间是确定的，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纸质版的邮寄启动日是12月26日，并在整个1月份陆续投递。法律保证您最晚在相关截止日前能收到。第二步，执行重要核对动作。无论您通过哪种方式拿到表格，把它拿到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收起来，而是做核对。拿出您的银行流水，亲自加总2025年所有社安金进账，与表格总额对照，这是保护您自己的最重要一环。发现不符，立即拨打社安局电话18007721213寻求更正。第三步，进行安全归档保存。核对无误后，请将这份表格与您其他重要的家庭财务文件，比如银行年终报告、投资账户对账单、房产税单据等，放在一起妥善保管。建议给纸质文件拍个照或扫描存底，以防万一。它不仅用于税务申报，未来任何需要您证明固定收入的场合，它都是最权威的文件。第四步，重新评估税务申报必要性。请结合我今天讲的3大变化，认真评估您2025年是否需要报税，尤其是那300万因公平法案而获得补发款项的朋友，您们进行税务申报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就应该开始整理资料，考虑咨询税务专业人士。同时，所有老年朋友都要把长者专属扣除额这个新规定纳入考虑，用报税软件模拟计算一下，看看是否能有意外退税。主动规划胜过被动应对。第5步，保持持续关注。政策时常变化，请持续关注悦享养生，我们会像老朋友一样，为大家追踪相关款项等福利的最新进展。也请留意社安局和国税局的官方信息，保持消息灵通，才能掌握主动。我深知税务、表格这些词汇常让人感到复杂，想回避，但请您换个角度想，今天我们花时间了解、核对这份文件，其实是在对自己1年的应得权益进行一次负责任的管理。这短短的时间，能避免未来为追讨款项而奔波，也能防止因数字错误引发税务查询。这份表格是您财务安全的关键一环，更是安心享受晚年、不错过政策红利的基础，它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最后为您总结核心要点，社安局的年度税务表格 SSA 1099-1042S 将于圣诞节在线发布并随后寄出，它是您社安金收入的官方证明，国税局亦持有副本。这份表格关系到您是否可能错过相关款项补发，反映了收入变化与潜在税务情况，更是申请长者专属扣除额或退税的关键凭证。
请您务必亲手核对表格数字准确性，妥善保管该文件至少数年，注册我的社会安全在线账户，以便及时管理。若今天的分享为您带来了清晰与帮助，恳请您为视频点赞并订阅悦享养生频道，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政策解读、福利指南与实用规划心得，陪伴您更从容地安排晚年生活。感谢您的宝贵时间，衷心祝愿您与家人圣诞快乐，新年安康温暖。我们下期再见。